最近这2年，因为患病去世的名人越来越多，从明星到企业家，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现实：再大的名利在健康面前完全不值一提。很多人要背景有背景，要钱有钱，完全可以吃世界上最贵的药，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住世界上最贵的病床，但是为什么依然治不好自己的病？有时觉得我们真的很可悲，我们熬着最深的夜，扛着最大的压力，面对着最复杂的环境，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厄运就降临了，而且急速。难道我们无处可逃了吗？现代文明难道是一种变相的枷锁？我们是时候彻底反省和认识一下自己了。想想人类也很可笑，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可以抵达太空和月球，却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手无寸铁，只能坐以待毙。其实人类最高层次的智慧就是对于自身的认知，而很多认知古人早就给我们保留了下来，只不过我们被迷惑了双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现在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一下人体和健康。首先，人体就好比是一个城市，有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马路来维系交通。如果有关键的路堵住了，整个城市的交通都会受影响。《黄帝内经》里有这么一句话：百病源于经络堵，血管堵了，叫微循环障碍堵在心脏，叫梗堵在毛细血管，叫瘤堵在肝脏，叫肿瘤堵在子宫，叫肌瘤堵在乳腺，叫增生堵在甲状腺，叫结节堵在脸上，叫痤疮堵在皮肤，叫疙瘩堵在腿上，叫曲张堵在黏膜，叫囊肿堵在颈部，叫颈椎病。人体的健康运转离不开2大要素：一、足够的气血；二、畅通的经络，包括血管和排泄垃圾的通道。足够的气血靠足够的食物胆汁，必要时间内优质的睡眠，良好的生活习惯。畅通的经络需要清净心，一切七情六欲都会破坏清净心，从而破坏经络的正常运行。健康从调节心性开始。五脏六腑是一个血气加工厂，食物是原材料，加工能力是有限的，而食物是无限的，所以食物的数量必须得到控制。过度的增加食物不仅不会增加血气，而且会成为身体中的垃圾负担，反过来还得靠消耗血气来把它们清理掉。人体中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更多的血气来清除它们，但人的血气因为垃圾的增多和血脉的阻塞而减少，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正是人衰老的机理。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饥渴的状态，才是对身体有利的。其实这就是虚的妙用。所谓虚则灵，谦虚使人进步，自满使人落后，所以人必须经常保持虚灵的状态，才能时时保持清醒。
保持健康。人的大部分生病现象是人体在调节、清理身体垃圾时所表现的现象，是人体自动调节平衡所表现出的状态，所以应该把它们当成正常的生理现象，而不应该去把它当成病因来消灭。比如我们的身体有好多哨兵，牙齿、阑尾、扁桃体等，本来一旦我们的身体有异常时，通常是上火，这些哨兵会立即做出反应通知大脑。聪明的人这时候就应该调整心态，检讨自己，让自己平和下来。但现在我们的西医都做了什么？你疼不是麻，我把你们通通切除掉。现在更有甚者发明了一种仪器，你不是得了过敏性鼻炎打喷嚏吗？我把你鼻子里的敏感区神经烧毁，这样以后你怎么刺激它都不会打喷嚏了。西医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可能我们在生病后切掉的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了。3.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下是养身，中是养气，上是养心。看一个人也是一样，观相不如观气，观气不如观心。心神不安，情性躁急，为治病致死之总因。心有2种，一是真心，一是妄心。真心是水，妄心是波，波因风动，风止波息，而水不动，既然无念，是无心也。人生最忌是个乱字，心乱了，对外可以稳势，对内可以打扰血气，使失正常。烦恼怒恐怖喜忧昏疑都是乱，为多病短寿的根源。不但养病时不应乱，即平居时亦忌心乱。所以当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怨恨嗔恚心，心里要安定。心定则气顺，气顺则血畅，气顺血畅则百病消。多嗔伤肝，多淫伤肾，多食又伤脾胃，忧思伤脾，愤怒伤肝，劳虑伤神。很多重病或绝症都只有一个理由，恨。当着恨没了，病也必一起消失。这世间最难解的是绵延不止的恨，故有解不开的恨，才有治不好的病。心定则气和，气和则血顺，血顺则精足而神旺。精足神旺者，内部抵抗力强，病自除矣。故治病当以摄心为主，贪食、贪胜、贪得、贪益，皆足以治病。因此很多身病往往就是心病。先看西方的科学成果，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病由心生》，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内科医生，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总结出一个规律，说人将近80%的病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只有20%左右的病是因为细菌感染等外来因素所导致。因此修心和治病应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修心，即便服用灵丹琼浆，也无法延年益寿。
秦始皇权力够大了吧？他发动了全国的力量，也找不到灵丹妙药。其实真正的灵丹妙药就在他心里，但是他看不到，因为他被高高在上的权力蒙蔽了双眼。同样的道理，现代人都被浮躁的环境蒙蔽了双眼。我们总是在外求，就是不肯内求，心神不安，情性躁急，欲望缠身，长恨绵绵，才是我们生病的最根源。心病还需用心药，心的第一大忌讳是个乱，心乱了，一切都会失常。心平则气和，气和则血顺，血顺则精气足，精气足则神旺。人活着就讲究一个精气神，这时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非常顽强。这不叫唯心主义，这叫士气。就好比两军打仗时候，士气旺盛的一定赢。其实无论是打仗还是做销售，还是创业等等，人都必须有一种昂扬的状态，才能战胜困难。故治病当以摄心为主。有的人内心太脆弱，比如忽然知自己得了重病或癌症，瞬间内心就坍塌了，这就麻烦了。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怨恨心，抱怨上天不公，抱怨命运坎坷。只要内心能安定，坦然处之，接下来都是小问题。为什么那些参透大道的人身体更健康？因为他们精通世界万物的运转逻辑，明白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明白起伏才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当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并不会抱怨，而是坦然面对。万事万物都有规律，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生、长、熟、藏4个过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潜龙勿用的阶段，就应该埋头苦干该你养精蓄锐时，也别着急出人头地。如果经历突发的苦难，说明前面有一个更大的收获。人要是到了这种意识，到了这种境界，很难做到内心不淡定。心的第2大忌讳是贪。做人千万不要贪图那些自己还配不上的东西，一个贪字就让人心神错乱，让人鬼迷心窍，行为乱了套，引起身外的祸乱还是小事，让自己身体的运转也乱了套，这才是大事。人只要贪，必然会透支自己身体，去索求更多东西。贪得无厌的背后就是透支无度。短时间身体的毛病不会显现，但是只要显现的时候，往往就是积重难返。为什么在中医里没有癌症？因为上攻治未病，下攻治已病。真正的中医其实是在传道，他们教会我们平衡自己的身体，从而不会发生极端的恶果。而癌症就是因为平时从不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结果导致累积出了极端的恶果。而现在的环境把所有传统秩序都打乱了，甚至把人引入了魔道。所谓魔道，就是造假投机，
互相坑骗，这些把人们引入无限的贪欲世界，人间疑难杂症肯的会越来越多。新的第3大忌讳是恨，先有解不开的恨，才有治不好的病。如果一个人总把一切问题归罪于外界，说明他们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看不到内心的不足。恨别人，恨环境，恨上天不公，恨生不逢时，这种人一定会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样子。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表现出来的言语和行为一定也是失衡的。这种人往往会意志消沉，郁郁寡欢，抑郁、敏感，长期发展下去，身体情况可想而知。心宽1寸，病退1丈，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放下吧，只要放下，兵者顿愈，迷者顿觉。内心没有郁结的人，才能活得通透。通透是一个人身体核心里的最健康状态。4. 懂得大道的人，身体往往更健康，因为他们精通世界万物的运转逻辑，所以顺势而为。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生、长、收、藏的过程，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每个阶段都各有重点，该养精蓄锐时，别着急出人头地；该持续努力时，也别企图一鸣惊人。请相信，通往成功最快的路，不是找寻捷径，而是脚踏实地。懂得大道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有很多书本知识的人，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教育，但悟性极高的、具有开放思维的人，往往真正悟到真正的大道。人一旦违背了大道和生命法则，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但一旦形成习惯，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这就和交通规则一样，你违背了交通规则，不一定会出事故，但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阴阳的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哪一方太过或不及，都会失去平衡。怎么会伤元气？失去平衡就是在伤元气。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元气就会保持得好，人就衰老得慢。什么叫人得意忘形？他失去控制了，失去阴的制约了，所以其下场毕竟是，同样人也不能一味消沉下去，这就是失去阳对他的制约了。5. 适当运动可以帮助人的气血运行，但同时也在消耗人的气血。人体的微循环主要应该靠松静来达到的，这也是健康必不可少的。欲求摄心，当化贪嗔痴3毒；欲化除此3毒，必学心戒。但空口言戒，无益于事，必求开慧，方不为所欲。欲求开慧，必先求定；欲求得定，必学静坐。静坐是息心法，心息则神安，神安则气足，气足则血旺，血气流畅，则有病可以去病，
不足可以补充，已足可以增长。现在病可去，未来病可防，此其小者也。又心息则神明，神明则机灵。静者心多妙，观机辩证，格外敏捷，见理计正，料事亦远，遇乱不惊，见静不惑，能一切通达，自无主观偏执之弊，而大机大用，由此开其意。凝神定气，物我两忘，静养法。安坐或卧在床上，把身心一起放下，自己浑身如融化，不许用一毫气力，好像没有这个身子相似。呼吸顺其自然，心也不许他用一点力，一起念便是用力了。把心安在脚底板下，此时引火向下，引水向上，自然全身气血顺畅，不许任何部分用一点气力，包括意念、呼吸、肢体，做到眼不观，耳不闻，鼻不嗅，舌不尝，口不纳，心不想。此是唯一条件。若有所思所闻所觉，即是用气力，甚至忽使闭指即是用气力，呼吸稍粗一级是用气力，不久那呼吸自然而平，似乎不由口鼻内出纳，而浑身84000毛孔中有了动作，或张或息。此时无我无身无气无心，天然心归本位。所谓引火归元，又名水火既济，为治疗百病之总诀。人在松静的状态下，慢慢深呼吸，就能体会到人和天地精微之气的交换。在吸气时，实际除了肺在吸气，整个身体是在把体内的气向外排，即把人的气释放到天地，而肺在呼气时，实际人是在通过全身毛孔吸收天地的精微之气。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之间，其犹橐越乎？所以治病在安其心，安心在希望，希望在明心，明心即自觉，而健康的功效在乎静坐。6. 不要天天想着吃什么补阴，吃什么壮阳，记住了，运动就可以生阳，静坐就可以生阴。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用。一切修身修心法门，只有2字诀，曰放下，曰回头。只要一放下，一回头，兵者顿愈，迷者顿觉。此真无量寿者，名为五欲之最难破者。色次之，财又次之，食与睡更次之。明心不死，无疑入道。别贪那个小便宜，大便宜也别贪，一个贪字就含着祸。贪患得患失会导致人得心脏病，贪患得患失是不懂道法自然的表现。现在的竞争把所有传统秩序都打乱了，甚至把人引入了魔道。所谓魔道，就是造假、投机、互相坑骗，这些把人们引入无限的贪欲世界，人间疑难杂症肯的会越来越多。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养心的最高境界是内心慈悲。慈悲的人有一种兼容，他们能融化万物，和谐与共。慈悲的人有一种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慈悲的人有一种自信，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其实无论穷或者富，人越成熟就越容易发现一个道理，人生最难得的是能够心安理得的生活。穷富不是根本，更不可能是永恒。富人有保卫力，如衣食住等等；贫人有抵抗力，如气足神旺、毛孔厚密、不易侵入等等。富人多食肥甘，伤胃伤齿；贫人多饿，所食不杂，故无常病。富人多义，故多气恼；贫人多劳，故少疾病。富人不造福而享福，只是消福，消尽则穷；穷人能勤俭，即是造福，果熟即富。生活就是一场修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仁、智、勇三者缺一不可。所谓仁，就是一种慈悲善良的心态；所谓智，就是一种看穿规律的能力；所谓勇，就是一种直面生死的勇气。人生最难得的是人间清醒，高手深刻又轻松，庸人肤浅又痛苦。开心能治百病，你如果每天心情很开心，你自己是很舒服的。我很明确地告诉你，你的80%的疾病都会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心态。在能量场这本书内提到了一个例子，一位叫布拉特的59岁先生，虽然在外人看来生活幸福，性情和蔼，但实际上他一直饱受着慢性疾病的折磨。作者经过与他对话，发现他一直被疾病折磨的原因是他始终无法放下对父亲的恨意。在他眼里，父亲一直偏心弟弟，提供给弟弟最好的教育，而没有给他自己念书的机会。父亲的偏心让他心寒和难过。作者告诉他必须放弃仇恨，这种念头除了伤害自己，对他人毫无作用。与其怨恨，不如做正确的事。经过3周的治疗，布拉特终于消散了对父亲的怨恨，开始平静地面对那些回忆。随之而来的是他身体的慢性疾病也逐渐消除了。英国思想家詹姆斯·埃伦曾经说过下面这段话：人的心灵像庭院，既可理智地耕耘，也可放任它荒芜。不管是耕耘还是荒芜，庭院都不会空白。如果自己的庭院里没有播种美丽的花草，那么无数杂草的种子必将飞落，茂盛的杂草将占满你的庭院。出色的园艺师会翻耕庭院，除去杂草，播种美丽的花草，不断培育。同样，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美好的人生，好的身体，我们就要翻耕自己心灵的庭院，
将不纯的思想一扫而光，然后栽上清澈的、正确的思想，并将它们培育下去。只要怀抱纯粹而美好的心灵去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就没有任何过不去的坎。只要时时磨练心性，不断自我提升，那么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命运之神一定会回报温暖的微笑。这种类似信仰心的某种信念始终扎根于心中，它就像可贵的护身符一样，帮助我们守护我们的人生。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心态好，百般皆顺。愿你心宽一寸，病退一丈，身安神旺，福慧绵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